人生百态，娱乐开怀，欢迎收看《谈笑余生》。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有天赋的人，但从小就能展示出天赋，并能被世人称之为神童的人，却是极其罕见。不过，历史上是有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名人，只是多数都是传闻和史书记载，具体有多么神奇，没有任何人见过。但是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人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天才，他的名字叫谢彦波。他是一个11岁就考上科大，15岁读完硕士，18岁读博的超级天才。在数理方面，他有着惊人的天赋，小小年纪就能在物理学上做出成绩。可本该拥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神童，却渐渐消失在了众人的眼里。谢彦波出生在湖南一个医学小家里，他的父亲是医学院物理教师，从小因为父母工作忙的原因，他被送到奶奶家里生活。小时候他不爱说话，妈妈因为他性格内敛而没少发愁，他担心谢彦波会因为不爱言语受到大家的漠视，也担心他的学业不顺会没有出息。可是谢彦波的父亲却认为这是好事，觉得谢彦波以后一定沉得住气，大有作为。不过谢彦波上小学时仍旧因为沉默寡言而让老师感到头疼，父亲用了很多办法去激励他，才让他能够慢慢与人接触。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天赋才慢慢被人发现。在他2年级的时候，父亲就发现他已经会做高年级的数学题。谢彦波还告诉父亲，5年级的题他一看就会，甚至觉得特别简单。面对儿子继承了自己在数理方面的优秀基因，父亲决定好好培养谢彦波。他不但给谢彦波制定了学习和生活起居表，还让谢彦波不断尝试学习更高年级的数学知识。谢彦波在4年级时就已经拥有了高中学生拥有的数理化知识，甚至已经开始钻研微积分。与此同时，他也参加了高中的数学竞赛，并且获得了第2名。面对这样的天赋，父亲便决定让他跳级学习。就这样，谢彦波被破格录取进入了科大的少年班，而他优异的数理化成绩使得同龄人在他面前都显得黯淡无光。15岁那年，他又被提前录取为中科院理论物理所读研，成为当时最小的研究生。而到了1987年，谢彦波又考取了博士学位，开始在中科研做起了研究工作。谢彦波少年成名，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甚至超过了很多大他几辈的老前辈。因此，谢彦波的心性开始产生了变化，他对待自己和别人也有很大不同。他从来没有尝试过失败，在他的成长经历中，听得最多的就是赞赏和羡慕。生活也一直都是顺风顺水，在学业上同样很少遇见麻烦和难题。于是谢彦波事事追求完美，也总是出言不逊。因为常年钻研学业，并且时常一个人待在小空间里学习，他很少与人交流，一直都是在孤独的环境里长大，这导致他很难融入社交圈，与人正常的相处。在他攻读博士的那年，他总是很难和论文导师达成很好的相处模式，还时常用语言表示导师不喜欢自己的论文，认为他的论文有问题，更隐晦地说导师是在故意为难他。由于没有处理好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所以谢彦波的博士一直都没拿下来。当时有点自闭的他转头去了美国攻读博士。奈何他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了美国，老师都喜欢谦虚的学生，可谢彦波偏偏不是这样的人。当时他和导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导师其实也知道，神童的身上大约都蕴含着一股傲气，所以这些导师的容忍度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谢彦波和导师之间的事情原本的确可以用时间来消化，可是这个时候一次意外发生了，一位留学生伤害了美国的教授，这件事在圈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教授也担心这件事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就这样，无辜遭受牵连的谢彦波被学校列为了潜在的危险。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只好决定让谢彦博回国。跟他一起回国的还有一位名叫甘正的天才少年，他和谢彦博身上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最起码都没有和导师搞好关系。甘正的命运其实也能为其他类似情况的天才提供借鉴。刚刚回国的时候，一位物理系老师希望他能够在中科大继续读博士，可自命不凡的甘正直接拒绝了，选择躺在家中混日子。后来他实在没事可做，想要继续回到中科大工作，可这一次中科大没有同意，因为新的规则已经出炉，就是想要被聘用，博士是起步条件。至此之后，甘正也有点闹脾气，但还是不愿意再去读博士。从此他的精神状况时好时坏，只能选择和父母居住在一起。和甘正对比，谢彦博的人生还要强一些。虽然他不善言辞，可还是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物理系教师的工作，而且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很快就结了婚。不过这样一来，他就陷入了柴米油盐的困扰中。在被分配的房子楼下，总有人彻夜打牌，吵得他难以入眠。在这种持续的烦恼中，他也把少年时的梦想忘得一干二净。从选择了一份普通教师工作开始，谢彦博就渐渐消沉了，从此很少有什么媒体报道。在2005年，39岁的他再三推脱之后，同意了和记者见面。他当时已经是副教授，不过似乎依旧不懂如何和陌生人打招呼。记者刚刚进到他家中，他就将一个大瓷杯递到了记者的手里，而且没有任何解释。从客厅的摆设来看，家里也很少出现正式客人，在空荡荡的客厅当中，只有2把木椅。当记者落座后，整个场面就显得格外尴尬。采访之前，记者也是做了不少功课，记者当时也能直接感受到谢彦博身上表现出来的很多特点和他童年时期的样子很像。在最初的报道中，谢彦博一直以丰富的知识储备量著称，可是他的理解能力很差，这也是非常显著的特色。后来也有人分析称，谢彦博在很多时候都会以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自己，这些特征发生在童年时期，很多人都会不以为然，可39岁的时候仍旧是这样，问题就自然而然被放大了。而且他平日里也会非常苦恼。这次采访，他也直抒胸臆道，跟其他同学相比，我混得很惨，不过这也没什么，关键的问题是别人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而我却猜不透别人，这就让我很吃亏。对他而言，这种感觉就意味着自己的思维很容易被别人察觉，而无论是任何领域的灵感都有可能被窃取。事实上，现实中也有很多巧合发生在谢彦博的身上，他在科研领域的一些进展也总能被别人捷足先登，因此他觉得别人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就如同从抽屉中拿出一个东西般简单。而更多的思考也影响到他的人生，他觉得自己活成了一个透明人，其他所有人都是深不可测的。记者跟他沟通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帮他打开心结，他却说，从理论角度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可类似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太多次，由不得不信。记者希望他举出一个例子，他却莫名其妙地说，有一天晚上，电脑出现了一个运算错误，本来这事谁都不知道，可我在上班路上的时候，有一个路人看出来了，还朝着我的方向吐了一口痰，他在用这样的方式责备我。多年来，这种妄想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记者曾委婉劝他去看心理医生，可他只是单纯说了一句谢谢。在和学生们讨论广义相对论的时候，身为副教授的他有着一定的权威，可他对物理这门学科的怀疑越来越重，并开始尝试用理论找出一些漏洞，证明科学本身就是错误的。而在这背后，他更希望能够证明人们一直都在欺骗他，尤其是科学界的人。在21世纪初的几年时间里，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写程序，根本没有什么创造性，可他却坚持做着这件事，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在他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了可以信任的人。
几个学生曾帮他计算过，可谢彦波却觉得学生会在程序里面故意加一些东西，破坏他的构想。单纯从流出的照片来看，谢彦波确实有着纯真而朴实的笑容，站在窗口呼唤女儿的时候，也有父亲的威严和慈爱，这是他看起来正常的地方。不过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他还是保持着惶恐和愤慨的情绪状态，甚至还曾不止一次地说道：“我一定要破案。”就这样，时间慢慢流逝，那些看过他的故事的人也越发觉得他是一个疯子，关于他的报道也几乎销声匿迹。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采访。其实2020年的时候，在中科大近代物理系的教师名单中还能看到谢彦波副教授的名字，但现在是什么情况，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很多人都说，天才和疯子之间其实没有界限，有的只是大众能否接纳他们的特别之处。但对于谢彦波这样的人来说，倒不是大家不接受他，而是他自己没有接受自己，以至于陷入到了持续的自我怀疑中。时至理工学院录取，就在前途一片大好时，他却转身进了寺庙，从此晨钟暮鼓，苦心修行。然而8年后，在遭遇挫折后又落寞还俗，他就是数学奇才柳智宇。1988年，柳智宇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是一名物理老师，母亲是工程师。优秀的父母，良好的家庭氛围，为柳智宇创造了极好的学习环境。他聪明、勇敢、倔强、内向、善良，成绩也一直很好。唯一不足的是体质不佳，视力很差。在幼儿园里，他是一个另类的小孩，天生多愁善感。当别的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站在旁边观察着天空。但是他内心敏感，受不了批评，甚至一个责备的眼神都会让他惴惴不安。上小学后，因为性格原因，柳智宇的成绩并不出色。4年级时，父母将他送到了数学培优班。刚开始他根本解不出那些难题，然而天生不服输的性格让他在面对困难时没有放弃，反而激发起了斗志，而且越战越勇。在攻破一个个难题的过程中，他越来越能感受到数学带给他的惊喜。上高中时，他的数学成绩已经在那个小镇里闻名。华师一附中实验班60名学生都是来自省内各学校的顶尖高手。从高一开始分组集训，跟不上的学生直接淘汰到普通班。在数学竞赛小组里，他总是默默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即使是很简单的题型，他也会一丝不苟地做一遍。柳智宇很会学习，把大量时间都花在解题上，每解出一道题，他就会沉浸在喜悦中，独自享受这份快乐。3本厚厚的高中数学竞赛教程中有3000多道题，他在3个月内全部做了一遍。几个月过去了，柳智宇仿佛脱胎换骨，尤其对一些难题有独到的见解。在老师的帮助下，他还写出了大量的数学解析论文。对数学的痴迷让他不放过任何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即使在食堂吃饭、外出乘车时，都会和老师、同学讨论关于数学的问题。假期里，他也利用和南开大学等高校交流的机会，和教授进行激烈探讨。不断深耕的柳智宇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学课程的难度，向着更高深的领域迈进。高2时，因为成绩优秀，柳智宇被推选为国际奥赛选手，进行为期100天的训练，代表祖国参赛。在比赛中，他气定神闲，游刃有余。第一天比赛时，考试历时4个半小时，而柳智宇只用了3个半小时就答完了所有题目。第2天是高难度测试，柳智宇遇到解不开的题时就站起来，走到门口闭目思索。而他安静的性格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冥思苦想时，大脑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很快理清了思路。之后，他将正确答案一字不差地书写完毕。最终，柳智宇以满分的成绩摘得金牌。而作为一个理科天才，他在文学方面也涉猎颇深。柳智宇喜欢屈原的作品，
不仅全部抄了一遍，还记了厚厚的一本笔记，并模仿屈原的作品写出了《涉江》。而他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当属庄子。在熟读庄子的过程中，柳智宇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超凡脱俗、开朗豁达起来。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后，柳智宇对数学依然有浓厚的兴趣。然而不到1年，他就开始感到迷惘。学好了数学就能帮助所有人吗？这个问题令他深深地困惑着。此时柳智宇的眼疾越来越严重，母亲陪着他去医院。在候诊室里，他靠着母亲睡着了，梦里到处是数学题和几何图形的影子，一波一波像海潮一样涌来。由于过度用眼，本来视力就不好的柳智宇已经视物模糊，最后竟然差点失明。他反复追问自己为什么要以健康相搏，但是最终也没有找到答案。为了爱护眼睛，他总是将图形死死地记在大脑中，闭着眼睛去思考，等了有了思路再动笔解题。最让柳智宇苦恼的是，同学们将他视为怪物，还说他是异类。即使他好心指出同学做题时的错误，也会被认为是自以为是、骄傲自大。但即便被如此对待，柳智宇的内心依旧很善良。上课时，老师讲到贫困山区的孩子由于贫穷早早辍学，他便立即向老师提出动员同学们捐款捐物，还让老师为自己单独介绍一个帮扶对象。大1时，他加入了北大禅学社，跟着一位师姐，隔3差5就去龙泉寺做义工。每次上山，他首先就会去打扫厕所，还经常组织禅学院的学生去放生。在龙泉寺，他认识了学成法师。学成法师知识的渊博和洞悉人生的智慧让他动容。大4时，柳智宇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 offer， 就在周围人深深羡慕之时，他却做出了让所有人不解的举动。毕业后，柳智宇并没有回家，也没有去麻省理工学院读书，而是给父母留了一封信，直接去了龙泉寺。他在留给父母的信中说：“我的决定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心终于有了归属，会一直坚持下去，希望父母尊重我的选择。”当父母知道儿子要出家后，立即乘坐火车来到北京，试图阻止他的决定。柳智宇并没有和父母争吵，乖乖回了家。几天后，他找了个借口返回北京，从此音讯全无，再也联系不上。儿子不改初衷，母亲急火攻心，病倒在床。父亲一夜白头，最后终于妥协，并说不要再去打扰孩子了，让他清静清静。柳智宇的老师也急急忙忙赶到龙泉寺，气急败坏地质问他：“你在搞什么名堂？”老师为他指了10几条出路，却被他一一否决。就此，柳智宇终于出了家，做了学成法师的弟子。学成法师也是年少出家，经过苦修，还考上了研究生，并在23岁时成为最年轻的主持。对佛学有极高的修为，满腹经论，也极具人格魅力。在学成法师的引导下，柳智宇一心向佛，对佛学更加痴迷。在龙泉寺，他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上早课，早饭后就去做师傅交代的工作，11点回来吃午饭，下午2点继续工作。吃过晚饭后听师傅讲课，9点熄灯睡觉。每天都按部就班，有序进行，一切从简。这时的他终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如何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一文中，柳智宇写道：思想之于人生，犹如一张地图。所谓有思想，是关注人生社会的大问题。社会人生的思想需要我们用生命体验来验证。对人类的苦难没有悲悯，对生命没有敬畏，没有对生命真谛、对世界美好的追寻，又何以钻研文学、历史和哲学呢？而谁也无法想到，如此决绝的柳智宇会在8年后还俗。在龙泉寺，柳智宇有了更多的时间专心学习佛法，思考哲学与人的关系。因为思考时过于专注，他经常扣错纽扣，还被寺里的僧人们取笑。寺里安装的白炽灯上有烧死的虫子，因此柳智宇写了一份4000字的报告，提交给寺里，详细讲解了如何制作灯罩隔绝飞虫的方法。寺里买来了 LED 灯，这种灯不吸引飞虫。
柳智宇迫不及待地请求法师马上安装，不忍再看到一只虫子死去。然而龙泉寺虽是佛门，却非静修之地，很快柳智宇就碰上了躲不开的是非。他给新沙弥上课，而那些精心挑选的课程内容却引起了某些法师的不满，批评他缺乏谦虚的品质。柳智宇要求调整上课的时间，管理的法师也置之不理。他对寺里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也全部被驳回。2013年，龙泉寺计划出版南山绿点校誓32册文稿的编写校对工作，柳智宇全程参与。工作强度大，身体又虚弱，他累得趴在桌子上颤抖，却仍然咬牙坚持。然而书籍出版后，校誓一栏却没有署上柳智宇的名字，只写着学成法师。刚到龙泉寺时，柳智宇是很崇拜学成法师的，学成法师讲的课他都做了详细的笔记。然而在2018年，学成法师被曝光挪用僧团资金，骚扰女弟子，让他深感失望。越来越多的挫折令柳智宇心灰意冷。2018年的一天，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了龙泉寺，也终于想明白，修行在于内心，只要心中有佛，不必拘泥于形式和场所。下山后，在母亲的影响下，柳智宇考取了3级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开通了佛系心理咨询项目，开始新一轮的自我探索，并且认为，如果能将心理学和佛法结合起来，推动公益化的心理服务，就能给很多人帮助。下山2年多时间里，除了做心理咨询，还编写了一本《乡村医生心理服务手册》。疫情期间，他更是为家乡武汉募捐，还撰写文章，疏解公众的心理问题。能以这种方式普度众生，柳智宇感到很充实。柳智宇的经历带给了无数人追求梦想的勇气，希望未来他能够不忘初心，继续造福社会。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想看更多内容，记得订阅点赞，我们下期不见不散。